把东西交出来！什么东西？驼神摄食录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交，好。哎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如此下作，知道我是何人吗？你，死人！龙凌风。哎，姑娘且慢，凭什么拦住我？哎呀，不能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。说，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？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，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摄食录。至于主顾身份，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。驼神摄食录，不是驼神社的人，也该死！陆凌风，快拦住他！眼见就要进宁湖城了，却下起这么大的雨，真是倒霉。先生和小姐脚下小心啊！是啊，路太滑了。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不用管他，就全当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故事中的怪物出来了。义兄，你别吓我！先生，那您接着讲吧，我就爱听那些稀奇古怪的。古人说，渡江越湖时，不能把血滴在草丛里，否则被江边湖畔的驼舔到，活的魂灵会依附在人身上，哎，滴血者就一定会遭厄运。驼是什么呀？驼，鳄鱼也。书中记载啊，原来的宁湖又叫驼州。我想啊，这鳄鱼应该有很多。义兄，你看前面有座大庙。哼，太好了，我们到庙里避避雨，明日再进城啊。此处离大湖很近，恐有庞然大物，让马受了惊。明日雨过天晴，咱们自然会回来的。什么庞然大物啊？这我也说不好。可会伤人？进了庙应该就安全了。走。博士，可知这盖着红盖头的是什么神啊？哎呀，
刚才着急进来避雨，没看这是什么庙。此神像诡异，我还真说不好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邪性，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吧。马寿经跑了，地方咱们换不了了，就只能在这里避雨，等待天亮了。快，快上！陆公子，庙里若有人怎么办？给邪神上香的岂是良善，格杀勿论。是。玄幻，来者身份不明，暂避为妙。跟我来。庙里倒是没有人。好，给我烧，把托神庙统统烧毁。果然是商会的人，陆勇。尔等夜闯神庙，竟欲纵火，你可知罪？沈冲，你凭什么问罪于我？今夜就取你狗命！呀！陆公子，他们人多势众啊！快走，撤！给我追！神灵寺，饶命！我知道错了，饶命啊！你呢？托神社无恶不作，这托神庙就该烧。那可就不好办，捆住他们的手脚，扔进大湖，被拖去。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神灵寺，饶命啊！神灵寺好像还有人。必是陆勇同伙，想趁我们走了再烧神庙。杀！何人饶我安眠？神灵寺，想必是我们惊动了托神的老人家。这声音，托神在上，我得给你磕头啊！佛神在上，有人妄图搅扰神尊，我已将其击退。已知。今夜风雨，吾当早眠。汝等退下。何故迟缓？
不敢不敢！驼神息怒，神冲告退，快撤！驼神，那就是鳄鱼神了。怎么还有供这个的？姑娘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又是什么人？倒是会装神弄鬼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敢对先生无礼！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手持利刃，我看你们3个不像盗贼啊！你说谁盗贼呢？我家先生可是……姑娘，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2伙人中的1伙，他们暂时不会回来，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。这我还不知道，用得着你说？哼，真是无礼！我看他才像是个盗贼。哎，行了，咱们也赶紧走吧，连夜冒雨进城。薛环，累了吧？来，我替你背会儿。那怎么行？您是新上任的司马，怎么能让您自己背书呢？有何不可？拿着，啊，快点！哎，驼神来了！啊！快去看看！尔等何人？为何不跪？这是新到任的苏司马。新上任的司马就可以不跪吗？别说司马，就是刺史遇到驼神，那也得跪。是啊，司马得手，得罪了驼神，老百姓可要遭殃的。跪下！对呀，你跪下！哎呦，你们不能得罪了驼神呐！这驼神跪下吧！跪下吧！义兄，此地诡异，不可吃眼前亏。我看他不像司马，像是个教书先生。你看，还自己背着书箱呢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快跪！神令司，神令司息怒。见过顾长史，曾参军也在。老朽见过神令司。神令司，这位苏司马初来宁湖，像是不知风俗，日后熟悉了，定会膜拜驼神。至于今日可否为其稍行方便，不知顾某有没有这个面子？如何行方便？司马，做个姿态吧。下不为例。走！神令司慢走。宁湖长史顾文彬，这位是州里的司仓参军曾三一。苏明见过顾长史，曾参军，刚才谢过了。知司马是从南州直接调任，这一路山水可不好走啊。先安顿下来，今晚顾某摆酒席，
为司马接风。苏某应即刻拜见刺史吧。也好，我带你去。那老朽就告辞了。这驼神社领司沈冲，平日虽霸气了些，但也确实为州里做了不少的事。你就拿税赋来说，每年收取时，州里无需再派人催缴，神社会提前从商人和百姓那里帮着收取，无人敢不交。古历任刺史都给神社面子，更何况驼神还能保佑宁湖风调雨顺，本州富饶啊！多亏了驼神呐！这别墅也是多年前神社所建，赠予州里的，后来就成了历任刺史的休憩之所。请。这人叫李四，是个哑巴。我曾建议刺史换个能说会道的人伺候，可他与老仆情深，始终不肯换。李四，过来过来！我问你，刺史可在啊？哦，刺史在屋里啊。去敲门，就说新任司马来拜，快去快去。刺史住在这里，就是为了专心处理公事。他从不叫任何人打搅，就是三餐，也只让李四放在窗台上。哦。刺史，李刺史，快，把门撞开！贺参军，这位是新来的苏司马。李刺史被害，事关重大，苏司马是断案高手，你可多向他请教。司马今日才到，先回去歇息吧。案情有了进展，自当禀告。哎，贺参军，先生，这里的司马府没有南州大。能住就行。哎，义兄回来了。院子不大，倒还干净。有劳一妹了。义兄为何闷闷不乐？本想拜见刺史，但他没见你，这个李煜也太狂妄了。他已死于非命。什么？这里可是司马府啊！老费，你果然先来了宁湖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哎呀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！宁湖一点都不好玩。如何不好玩？你没寻到名酒？寻是寻到了，大名鼎鼎的驼神酒，就是喝不上啊。还有你老费喝不上的酒。
怎么，盘缠又花完了？其实根本不是盘缠的事儿，这驼神酒早年叫南天茗，是宁湖老百姓最爱喝的酒，什么喜宴呐、寿宴呐，必不可少。哎，可如今呐，由邀月楼独家酿造，只供驼神专享。又是驼神，酒都不让人喝，还强迫我们下跪，这驼神好霸道。义兄，我总觉得此州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不是一般的不对劲儿，是非常之诡异。樱桃小姐，你放心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会全力查这个案子。刺史生前待我不薄，我能做司法参军，便是拜他所提拔。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四叔，哎，苏无名，咱这是去哪儿啊？邀月楼。哎呀，我去过了，那驼神酒人家不卖。我是新任的宁湖司马，他们不该多少给我点面子吗？哎，苏无名，你并不是一个好酒之人呢，此番是要为我老费亲自出马吗？对呀。嘿嘿，你这不赖啊，做你的门客我不冤啊。嘿嘿，此酒乃驼湖之水精酿而成，原先宁湖有17家可酿制，可如今他们都没这资格了，我们家每月也只能出窖30坛。你别说这没用的，赶紧弄一坛子来，给我们苏司马尝尝啊！哎，这刺史来了也不行。好大的口气！哎，你别生气，也不是绝对喝不到。每年3月初3的上巳节，驼神在诞辰那日会显灵，驼神岛上会举行观神大典，这登岛的官民就有机会喝到。您是司马，是个大官，一定会邀请您上岛的。可是司马现在就想喝，那可不行，这要是触犯了驼神，可不得了。州里的美酒由州里的百姓享用，本是天经地义之事。若被所谓驼神独占，那他恐怕就不可称之为神了。哎，别乱说，这要是被神社听到，会连累到我的呀。你们如此膜拜，还有什么观神大典？那我问你，你可见过驼神？小的没那眼福，不过我们家主人见过呀。把他叫来，快去呀！哦，见驼神有何稀奇？每年上巳节，我负责运酒上岛，驼神他老人家都会出现数丈高的真身，还会向有幸登岛的官员和百姓问话呢。宁湖一直就有这驼神？当然，从后汉时就有。不过，驼神他老人家第一次显灵是在30年前。行，驼神他老人家会显灵，我信了。我一会儿就到驼神庙去烧香，行吧？这邀月楼可是你开的，你肯定有办法让我们苏司马喝上驼神酒。我们苏司马可是在京城做过官，钱不在话下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要私底下卖给你们，那是要丢性命的。你可是朝廷的命官呐！驼神社如此专横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说到底，这就不是酒的事儿，
这是朝廷的尊严，官府的威望。求你们了，就再宽限些日子吧，求求你们了！3个月前你说生意不好，我不但宽限于你，还借钱给你。现在你连借的钱都还不上，你叫我怎么向神社交代？那是利息太高了。说什么？我说错了。最近这客栈生意不好，你再宽限我们几天。我就是砸锅卖铁，我也一定把欠的钱还上。我看你就是不敬驼神。不要啊！你是谁？不管我是谁，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欺压百姓。你想对抗驼神社吗？嘿，好大的胆子！我告诉你吧，这是新任的宁湖司马，大名鼎鼎的苏无名。心上人呢？不知道什么来头。既然是司马求情，那就再宽限他3日。走。朗朗乾坤，竟有这么个驼神社如此胡作非为，我大唐的尊严何在？哎呦，司马，切莫在我家乱说呀！驼神神通广大，被他老人家听到了，我是会受牵连的。你看，我就说他要为驼神说话。我有个侄子是钱塘人，去年搬来开米店，性子倔，不交社钱，也不交香火钱。我骂他，他还不听，结果就把性命丢了。性命关天，国有国法，驼神社岂能善决生死？国法那是人定的，也是管人的，可驼神是神呐。你刚才说的香火钱，还有什么社钱，那都是什么钱啊？在宁湖，只要你做买卖，就等于默认是神社成员，每个月必须交一次社钱。至于香火钱，则是看你一年赚了多少，从所赚的钱中抽取3成。这不是巧取豪夺吗？就没人反抗？反抗？这不想风调雨顺了，不想五谷丰登了。人不能做昧良心的事。晚辈不解，这宁湖人为何都信奉着驼神呢？后汉末年，宁湖遭了1000年未遇的大洪水，百姓活下来的不足100人，就是因为爬到了一头巨驼的背上。所以自那以后，宁湖的人就视驼为神了。难怪呀！原来驼神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呐。那可不是，那人总不能知恩不报啊。老人家，您可见过驼神的真身？我见过，3年前。那一年我的生意好，上交的香火钱多，没想到上4节的时候，竟然被幸运地选中了上岛。我与宁湖官员和同样幸运的百姓一起目睹了驼神数丈高的真身，那一刻，我是激动的老泪纵横啊！苏无名，要不咱也到岛上去见识见识？那驼神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哼！除了上4节之外，其他日子擅自上岛，那是要被投入万驼之责的。万驼之责？驼神子孙择中养首，专吃那些不敬驼神和违背神意的血食。我的侄儿就……不过，在这宁湖，也有人不敬驼神，比如那商会的陆公子。果然是商会的，陆游，尔等夜闯神庙，境遇纵火，一可治罪。陆勇，对，就是他，明目张胆的跟驼神作对。我看他的小命
也快交代了。拜见长史。陆勇啊，我与你并无交结，你找我何事啊？长史，现在这件事，陆勇也只能拜托您了。这是我偶然所得，长史。驼神社实录，虽未属作者之名，但却记录了驼神社的一桩桩罪行。上面所录并非虚妄之词，皆有理有据。我也听说，你在商会里召集了些人，专门对抗驼神社。可敬重驼神、拥戴驼神社，是本州多少年的传统啊！顾长史，您好好看看这卷实录，便知有多少恶是以驼神之名去做的。您是本州的父母官，陆勇斗胆请您为民做主。驼神那是随便就能看见的，当然是得隔着帷幔了。隔着帷幔？你是州里的司马，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在宁湖，你怀疑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怀疑驼神。受教了。竟然还有一步！我了，属下在。明天一早就备船，我要上岛。令司放心，我一定安排好。沈冲得到了一部驼神社实录，长史顾文斌交予神社的。说是商会陆勇所献，里面写了些什么？驼神社罪行。陆勇如何得此实录？这小人就不知道了。沈冲拿着实录移上驼神岛，你马上回去，有什么消息及时通报。是。驼神，沈冲带到。禀驼神，此部驼神社实录为顾文斌所献，说是商会的陆勇转交给他的，属下已经看过，跟上次搜出的那部一模一样，应同出于李煜之手。怕就怕不止这2部。李煜有个女儿，最近到了宁湖，听说还会些刀枪。万一他手上还有驼神社实录被带出宁湖，那可就……沈令司既已想好，去做就是了。属下明白。今日拜见驼神，属下还有另外一事。那新到的州司马苏无名一上任就带着手下前往邀月楼，欲索取神酒。还擅自结交欠钱的商人，不知意欲何为？我看他未必是诚心作对，而是还不知驼神社厉害。可是他既已到宁湖，若不敬驼神，该如何处置？请驼神示下。驼神的意思是，
那个苏司马不着急收拾。属下明白了。苏无名，鄙人皆弟子也，极善查案，尔等谨慎提防。多谢驼神明示，属下记住了。什么人如此大胆，敢坏驼神社的事？对方蒙着面，没能看清楚。蒙面？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吧？这宁湖夜宴不息，歌舞升平，可是连喝什么酒自己都决定不了，哎，真是可悲可叹呐！今日是专门为司马设的接风宴，可是老兄这话里有话呀！啊，司马，你说的没错，在宁湖做官憋屈。曾老，你醉了？没有，南天闽啊，过去我天天喝，现在变成驼神酒了，我却喝不到了。你说，这官做的还有什么意思？没意思。可是曾老，有驼神社在，你就是7天进宫谢礼仪4事，也什么都不耽误。你还想怎么样？我要天天能喝上驼神酒，我天天礼事又如何？哎，我说张氏啊，您跟这个前任的刺史，真的敢把州中的要事都交给驼神社办吗？司马出道，有此疑惑很正常。相信再过数月，心中疑虑自会解除。哦，但愿吧。诸位慢饮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苏司马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给李刺史守灵。我一定会为你报仇。
何方贼人，敢在这装神弄鬼？出来！我告诉你，我苏明是第一宫弟子。我知道您身为此时，却遭人暗算，你一定死不瞑目。可是，您别吓我。姑娘，你醒了。大胆，你要做什么？这是你的剑，还给你。我是新任宁湖的司马，听闻李刺史生前勤于公事，日夜不辍，苏某深为敬佩，故前来为李刺史守灵。我进门之际，正见姑娘晕倒，没想到你我以这种方式再次相见。是你。你不是盗贼，也不是教书先生，竟是司马。我也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李刺史的女儿。哼，那晚你坏了我的大事，即便来给我爹守灵，也于事无补。此话何意？你不需要知道。身为宁湖司马，我会督促司法三军尽快探破此案，为你父亲李刺史昭雪。算了吧，宁湖官员哪个跟驼神社没有关联？就算你是新来的，我也不信你。姑娘的意思，李刺史是被驼神社所害，可有证据？无需证据。我爹死不瞑目，我刚才还看见他的鬼魂。谁在那？四叔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事的，你先出去吧。刚才他说，他在给我爹收拾遗物。哦，你刚才说看见了李刺史，我想是因为你思父心切，产生了幻觉。把东西交出来！什么东西？驼神摄食录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交，好。哎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如此下作，知道我是何人吗？你，死人！龙凌风。哎，姑娘且慢，凭什么拦着我？哎呀，不能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。
说，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？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，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社实录。至于主顾身份，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。驼神社实录，不是驼神社的人，也该死！陆林峰，我拦住他！罗凌峰，你怎么了？不要！我的衣服也是你能扒的。龙远峰，多谢中郎将救命之恩。哼，失手了！你从哪儿雇的2个废物？神灵司息怒，这2个人都有一些本领，之前做事都没有出现过差错。李玉之女倒是不难对付，只是没想到那个新来的司马居然也在灵堂啊！苏无名，对，他一介书生，你把他一块杀了不就完了？他是一介书生，可他有个手下，颇为厉害啊！还有手下啊？之前怎么没听说过？那2个人呢？一个折在了灵堂，另一个我已经……这还差不多。你速速带人去商会把陆勇给我抓来。陆勇，他对驼神社多有防备，怕是不好抓呀。在宁湖，四处都是驼神的信徒，他防备有什么用？这是他的住处，见到人无需废话，绑回便是。属下明白。苏明见过顾长史。曾参军也在。苏司马昨夜一宿未睡。昨夜守灵碰着鬼了，如何能睡得着？苏司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？我原来是不信的，可到了宁湖以后，越来越信了。故而，请长史允许我协助司法参军捉鬼。捉鬼？长史，长史，长史，驼神社神灵司求见。哦，快请，快请。神灵司，长史，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，交给顾长史处置。陆公子，你说陆公子是谋害刺史的凶手，有何证据啊？哼！陆勇，李刺史被害前，你在邀月楼约了谁？事成之后，还有一块。要杀谁？说吧。不对呀，仵作已经验过尸了。从脖梗的伤口看，李刺史就是被巨驼给吞噬了。这怎么又出来刺客了？苏司马，你是信仵作的话，还是信凶犯的自供？
李煜狗官，是我派人杀的。今既得手，我无话可说，速求一死。哼，怎么样？我没有逼他吧？大胆陆勇，竟敢擅杀益州刺史！李煜与驼神社蛇鼠一窝，死有余辜，真是妄为！来人呐，给我打入死牢！是，顾完斌，我给你的实录何在？难道你也和驼神社是一伙的？什么实录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押下去！顾完斌，枉我信你是朝廷命官，指望你为宁湖百姓做主，没想到你不得好死，你们都不得好死！哎呀，沈领司辛苦辛苦！既然案子告破，那沈领司今日留下来喝2杯吧。我还得带人去征缴赋税，哪有空在此宴饮？告辞。哎呀，我这一时间还真恍惚了，不知何人是官。苏司马，这些无需思量。州里的事有人办，办得好，即可。那苏司马跟曾老留下来喝2杯吧。啊，顾长史，啊，我想问一问，方才陆公子所言实录，何意呀？嗨，我与此人素无往来，他呀狂犬乱吠而已。长史，长史，我听说驼神社的人把陆勇抓了。贺参军来了，好消息，陆勇已经承认是他派刺客杀害了李刺史。如今案子告破，贺参军，留下来喝庆功酒吧。庆功？哪有什么功可庆？陆勇派人刺杀刺史，这与验尸所得根本对不上。还有，我在查案中发现，李刺史生前已经加入驼神社。所以嘛，既加入驼神社，又怎么会被驼咬死呢？还是陆勇买凶杀人更为可信。你说呢，苏司马？抓人，驼神社已经替州里办了。我刚才请命是想协助司法参军抓鬼，不知长史能否应允啊？我在当司马之前，一直做的是县尉，久经刑案，多少有点经验。随你吧，随你吧。哎呀，多谢长史。我看今日这宴席啊，是摆不成了。苏司马，你觉得宁湖有鬼吗？曾老觉得呢？老夫认为这个鬼呀，不可信其有，但也不可信其无。曾老高见。请。就是这儿，司马。你下去吧。是。陆勇，我是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。少废话。好，那我就不废话了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。你派去的刺客是左手用刀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才说了，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。是，小七是道上有名的左手刀客。第二个问题，他并未回来找你要剩下的酬金，是吗？是。第三，那刀客的左手上有块胎记，是也不是？
只是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，事成之后，你得再给我加3块银锭。一言为定。是有太极，红色的。我明白了，陆勇，你应该死不了。我是说，从大唐律法上看，但若驼神社的人要杀你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，你一定要表现出速求一死的决心，这样，你在这里才会更安全。啊！我凭什么信你？因为只有我能救你。别墅里的无头尸是刺客，我同意。但你是如何判断李刺史还在别墅里？那是因为我突然想起，内满樱桃说他看见了他父亲鬼魂显灵。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，分明是刺史本尊。你就这么肯定？那是因为那晚我也看见了一个人影。撤！说，刺史在哪儿？别跟他费劲了，他是个哑巴。我怎么觉得他能听到我说话？李四，你并非先天聋哑，而是后来才哑的，所以你能听见我们说话，对吧？告诉我，李煜在哪儿？我是新来的司马，与驼神社和想害李刺史的人不是一伙的，你应该相信我。装什么？若李煜不在这儿，你这饭菜又是送给谁的？李四，我知道你是忠仆，但你这么做是置刺史的安危于不顾啊！你这家伙，若再不说，别怪我横刀无情。听觉最灵，可用声音乱其判断。前2天我还在想呢，罗凌风要是来宁湖就好了。中郎将这暴脾气，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老费喝不上驼神酒呢？没想到来是来了，嘿嘿，险些是葬身在驼爪之下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刚才你说，是陆勇请萧七来别墅行刺，而后者意外被巨驼所害。可李煜为何要给刺客穿上他的官袍？只有一种可能。李煜知道自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，为了保命，顺水推舟而已。
可他不是已经加入驼神社了？加入驼神社，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对驼神社造成威胁，也不意味着驼神社不会置他于死地。你忘了那2个刺客了？他们逼樱桃交出驼神社实录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猜测，驼神社实录就是李煜所撰写。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？得找到樱桃。你是看上那个江湖女子了吧？胡说！她是刺史之女，又被人追杀，我是宁湖官员，保护她是应该的。她连迷香都会用，用你个书生保护啊？你，我对她的身份始终有所怀疑。也许刺史之女的身份本来就是冒充的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她应该早早的就逃出了宁湖。哎呀，是真的是假冒的，明天不就知道了吗？明天？对呀，州里已经贴出告示了呀，明天要为李刺史下葬。樱桃若是来，她就是李刺史之女；不来，她就不是啊。这倒是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哦，见到樱桃的机会。那是对你这个宁湖官员，对我另有天地可为。刺史的女儿，那个叫樱桃的何在啊？其父下葬，她却不见踪影，太不像话了吧？你死得好惨，官府无能，竟不敢击凶。但女儿一定会为你报仇雪恨。樱桃姑娘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吧。先给刺史下葬，其他从长计议。既然孝女已到，那就下葬吧。不可下葬！苏明，不要阻拦我爹下葬。棺材里的无头尸，根本就不是李刺史。你胡说！司马，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。对呀，苏兄，谨言慎行为好啊。请顾长史下令开棺。司马，你疯了！此事关乎宁湖声誉。我看谁敢开棺。开棺后若有误，苏明自愿下狱，众人皆可作证。开棺。开棺呐！会像话。开棺。樱桃，你也是才到宁湖见过李刺史。我问你，在无头的情况下，你能有十足的把握辨别出这是不是你父亲？此人左手拇指与食指间皮肤粗糙，且有老茧。老茧长在这个位置，必不是握笔留下的，而应是常年握刀柄之类的东西所致。据我所知，李刺史诗文俱佳，书法更妙，是个纯粹的文人。试问，李刺史怎么会有这样的手？刺史是科举入仕，年近50旬，
定是考了多次才考中，其间务农用厨留下老茧，有何奇怪？贺参军所言有理，但我询问过陆勇，他所雇刺客萧七就是个左手刀客，且左手手背有一块红色的胎记。我爹手上没有这胎记。不可思议！难道我从一开始就查错了案？苏司马是说李刺史没有死。我只能说，这个无头尸是刺客萧七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案发当日，萧七潜入别墅，刺杀成功与否，现在不得而知。但是他遇到了意外，被巨驼咬去了头颅和右臂。可请李四辨尸啊！李四，胡长史，此案甚是诡异，请允许我协助贺参军再行探查。哎，曾参军，你看啊，既然苏司马如此神通，长史理应成全其协查办案才是。不过再有10日就是上巳节了，不如节后再办此案。这几日先把精力放在观神大典的准备上。啊，当然，这只是老朽治事前的一家之言。曾参军所言有理，上巳节呀，确实是咱们宁湖的大日子。不过刺史这生死未卜，他也不能。苏明初到宁湖，准备什么观神大典，确实帮不上忙。不如就以上巳节为期，查清此案。那不就是10日为期？苏司马，到时若查不清，这宁湖大狱可等着司马。为何要下狱？苏司马开棺无误啊！有无误不能听你的。刺史案官涉重大，若查不清，必须有人承担责任。再者，是苏司马自己说的10日为期，我可没逼谁。那就依顾长史所言。好。还有贺熙，此案到时若查不清，你也逃不了干系。哼！这种事真是太可怕了。好了，苏司马，10日的时间你也敢答应？每个地方都会有动人的传说，宁湖处于湖泽地带，可谓驼之故园。百姓依托传说信驼神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有人利用驼神之名巧取豪夺，荼毒百姓。更有甚者，居然有诸多官吏与之暗通。这宁湖还是大唐的宁湖吗？天乾地坤。
顺从。身为领司，李煜到底死没死，你都弄不明白，何等无能，何等废物！驼神息怒，我一定再派人去查。查？苏无名已经替你们查了。神令司，不怪驼神发火。若李煜还未死，就算他手里没有所谓的实录，那他本身也是活证词。是，我一定叫人寻到李煜。驼神，那个苏无名是不是太可恶了？可恶！要感谢他呢。不是他，谁知道死的不是李煜？为感谢苏司马，我会叫他入我驼腹修行的。樱桃，我希望你能如实回答，到宁湖之前你在哪儿？这跟本案有关系吗？还是我来问吧。李樱桃，你叫谁？我是说，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。哦，樱桃，你飞镖使得不错，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。这不是什么飞镖，这是袖剑。那岂不是更厉害？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，你父亲李刺史诗文甚佳，怎么却叫女儿习武呢？你若是不愿意回答，那我们就从驼神社实录说起吧。我自幼母亲病亡，父亲发誓考取功名，所以在我8岁那年，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，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。后来，那位尼姑变成了我的师傅，教我学习武艺。就这样，3个月前，我父亲的仆人李四寻到了我，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，让我来宁湖相见。可当时我的恩师病入膏肓，所以未能即刻前往。半个多月前，他老人家故去了，给他料理完后事，我这才来了宁湖。接着说。城外驼神庙相遇，是我来宁湖的第2天，我却已从百姓口中得知，我父亲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刺史。不过，却受制于驼神社。李刺史加入驼神社这件事，属实。外面有人传，为父是驼神社的人，女儿怎么看？女儿不信。我虽才到宁湖，却已看出，所谓神社，邪社也。他们说的是真的。女儿的眼力不错，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周礼做了些事，可是现在却变了，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社。那你还加入他们？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，如果我不是加入驼神社，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。驼神社的恶迹，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，一笔笔的记录，还有他们替州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，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。难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。我爹告诉我，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，想让我带去长安，交与御史台。他说在宁湖没有能信任的人。在那个风雨之夜，你到城外的驼神庙，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，对吗？
那晚，陆永玉火烧驼神庙，却被沈冲带人击破。后来，你又假装驼神吓走了沈冲。我不敢耽搁时间，便想带着实录，直接赶往长安。什么人半夜前行？定是陆永同伙，抓人！是。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，你才刚刚到宁湖，怎么就鬼鬼祟祟的？怕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？拿下！追！当日以为无法逃生，我便将实录藏在了树洞中。可我第二日返回去寻，却发现树洞里空无一物。当晚，若不是你们到驼神庙，我早就拿着实录赶往长安了。难怪你不信任我，以致给我用了迷香。这件事我很清楚，我曾经在宁湖遇审过陆永。你藏在树洞中的实录，被逃逸中的陆永所发现。他书生意气，献给了顾文斌，没想到后者竟交给了驼神社。难道顾长史也是驼神社的人？他这个人向来圆滑，所以是与不是都不奇怪。樱桃，这驼神社实录到底有几份啊？我爹只告知我，驼神庙里有一份。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李刺史，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。哎呀，这李刺史在宁湖还有家眷吗？在樱桃来宁湖之前，李刺史孤身一人，未特意见到刺史府，只住在宫县后院。樱桃，你父亲有没有红颜知己啊？苏司马，你何意？我父亲益州刺史，岂是混迹烟花柳巷之辈？那你可有上妆的习惯？你说呢？看来是没有。我这儿有一块很小的金箔，这是从你父亲李刺史的别墅里发现的。这是长安最流行的，在花店上所贴的金箔，义兄怎么会有？你确定？确定啊，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常点呢。这是长安最流行的，而你是习武之人，又无上妆的习惯，所以我怀疑你父亲遇难前，别墅来过一个长安女子。绝无这种可能。好吧，在找到李刺史之前，这一切都只是猜测。樱桃，你就暂时落脚此地。贺参军是可靠的，你切莫出去抛头露面，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。果然有密道。还有一具女尸。女尸？脸上可有花钿？应该有。什么叫应该呀？你们俩在一个棺材里，那离得近在咫尺，怎么能看不到呢？当时光线暗得很，又在驼口之下，我哪有心思看呢？撤！
过身来。本人李四，在别墅养了巨驼，让他咬死刺史李煜，只为占有长安来的女子。那日夜里，司马见我备的饭菜也是给长安女子所送，奈何那女子始终不从，我便将其害死。李煜尸体何在？他的意思好像是说，已沉入湖中。那我问你，那个长安女子是什么来历？咬舌自尽了。这李四等于把所有罪责都认了下来。欲盖弥彰，李煜一定还活着。贺参军已经派人全城搜索，可是现在还没有消息。你这老头，是想在牢里待一辈子吗？司马饶命啊！小人也是没办法，要不给他们做耳目，就会被扔进万陀之责呀！又是脱神社，你记住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成为助纣为虐的理由。放了他，走。让我辨尸，何人之尸？应是一个长安女子。笑话！我已经说了，我不认识什么长安女子，我爹更不可能认识。我不去。所以我就将尸体抬到这儿了。我不认识，从来没有见过。李四说，你父亲和这个长安女子都是他杀的，而他已咬舌自尽。你说什么？我四叔他疑似。四叔。苏明，你给四叔买棺材的钱，我会还给你的。不必了。这李四之死，很明显在刻意隐瞒什么。你能告诉我，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吗？这对我探破此案至关重要。你若能找到我爹，我自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你已经很确定令尊未死了？你说什么？我爹他没死！快带我去见他！他已到安全的地方，他说要留在宁湖，让你不要找他，赶紧离开这里。那四叔，跟我一起走。不行，我还有事要办，不能给主人留下任何麻烦。你多说一句话，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条线索。你不想让我探破此案吗，李樱桃？别再叫我李樱桃。
探案缉凶，是你们当官的事，与我何干？除非有我爹的消息，不然别再来找我。距上巳节还有8日，我和贺参军在明，你和费技师在暗，全力找人。李煜应该没有离开宁湖。你这么确定？因为樱桃没走。你还信他？又没有其他线索，不信他怎么办？好吧，上巳节之后，你在宁湖下狱。我带着老费、喜军还有薛环游历江湖去，哪儿有好酒去哪儿。哎，有酒就行。义兄，义兄在吩咐什么？怎么没有我和薛环的事做？这宁湖甚是诡异，驼神社势力太大，且底细不清。你没事千万别出去。薛环，一定要保护好你家小姐。是。骑兵驼神，外出的水陆两道皆已密布我们的眼线，只要他还活着，一定还在宁湖。宁湖能藏人的地方很多吗？你那么多手下，就找不出个李煜来？是神领司不用心吧？不，属下为驼神做事，一向尽心尽力，现已将宁湖搜遍了。啊，另外，贺熙和苏无名也在找李煜。我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，若他们有所发现，我们一定会先得手。可是找了这么多天，他们也……寒山有没有找过？这没有驼神的旨意，我哪敢去寒山呢？我准你们去搜寒山，李煜不能活过上巳节。谨遵神意。曾老，贺参军，我知你近日辛劳，特地来看你了。曾老，里边请。我就要致仕，你知道了吧？听说了，曾老为州里操劳多年，晚辈真是不舍呀。本想邀请李刺史参加我的致仕宴，可李刺史死了。不对，不是死了啊，是丢了，找不到了。你说，偌大个宁湖，竟然找不到刺史了？是啊，我也在想，他不会离开宁湖了吧？应该是走了，不然刺史难道和流浪汉、乞丐一起混到寒山去吗？寒山？我怎么没想到呀？记得曾老做寒山司使，曾经一天就在寒山抓出过3个人命犯。是啊，那个地方确实乱，却又是驼神社所辖重地。李刺史应该不会去那里。苏司马，全场都没有刺史的消息，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碰碰运气。司马，他是何人啊？这是我的私人参军。你刚才在院里喊，到什么地方碰碰运气？这寒山，寒山，哎呀，寒山，犹如长安之鬼市，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。上巳节之前，连续3天会有寒山宴，今天是第1天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平时宁湖官民有钱都喝不着的驼神酒，在这3天，在寒山随便喝，驼神请客，真是太好了。驼神也许不坏啊。老飞，我是让你去寻酒的吗？哎呀，那李刺史万一也是爱酒之人，他肯定也会去啊。
贺参军刚才要说的地方，可是寒山？正是。罗参军已经连续3日暗查寒山，说说情况。寒山白天冷寂，晚上热闹，鱼龙混杂，有盗贼混迹，确实很像长安鬼市。在寒山，平时很多店铺大门紧闭，很多房屋更是无主，流浪者随便住，只要上一把锁，别人就进不去了。所以想找人太难了。但是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3日则不同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店铺都不许上锁。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。之前苏司马曾推断，若李刺史还活着，必藏身于寒山。若我们想找到他，就得靠这3日。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，恐怕这就得靠贺参军，还有那江湖女子了。那这寒山宴何时开席？天一黑就开。那就有劳贺参军带上樱桃，今夜我们一起共赴寒山宴。来呀来呀，快点啊！还真像长安的鬼市，我喜欢。贺信，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？住在寒山的熊仆人，在这里无需花1文钱。是谁大发善心建了这寒山啊？哦，是驼神社。驼神社，我们这次来是受驼神恩惠的，说话都小心点啊！我平时不爱喝酒，所以这日子记不住。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，我还想不起来为期3天的寒山宴到了。曾老快致仕了，往后这宁虎……是啊，他也不放心，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。回头再跟您说吧。好。到底什么是寒山宴？每年上巳节前3天，驼神会在寒山人善馆设宴，与受他庇佑的人同乐。哦，对了，有时还会当场撒钱财。哦，所以今夜这里最是热闹。让开，让开，让！撒钱给穷人，驼神社有这么好心吗？你们什么人？私谤驼神社，没有神社庇护，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有住的地方？哎呀，都告诉你了，说话小心点。我们可不敢私谤驼神社，我们此番前来，就是给驼神他老人家上香火的。是，这还差不多。哼。人善馆，这里是寒山最热闹的地方。如果这里没有李刺史的行踪，那也就不好找了。没有人招待客人，这里没有伙计吗？因一切都不用花钱，所以这里没有伙计。驼神酒来了！哎呀，驼神酒，这是真的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从今晚到3天后的上巳节，驼神酒在这儿，管够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千方百计得不到，这儿还管够，你说气不气人呢？王西长，倒酒。哎，这里呢，
是驼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，所以啊，只要急入寒山，就能免去一切赋税。李刺史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，多次来寒山巡视。哦，哎呀呀！我老费喝了半辈子酒，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，快喝呀！确实好喝，怪不得驼神专享。喝够了没？我们是干什么来的？哦，对，少喝点啊！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。这找人也得喝完呢，这是驼神酒啊，这是。好喝。国君，外头有人叫我给您。此地危险，速离。此地危险，我们快离开。德飞，别喝了，我们得走了。我还没喝够呢，我再喝会儿。不会是李刺史吧？我刚才是为了救你的命。你受伤了？没有啊，应该是刚才被剑擦伤了，无妨。哎，刚才那个真的是你爹李刺史？绝对是他！我要去招电。哎，不能出去！哎，都别出去！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！你问这酒果有用吗？此物最喜天竺香，闻了之后喜乐而眠，找去吧。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？天竺香，老费，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！你问这酒果有用吗？此物最喜天竺香，闻了之后喜乐而眠，找去吧。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？
香，天柱香，供奉其像的地方必有。还是我去吧。没错，就是此物。幸好陆兄找到了人山馆的后门，好险啊！何西，你在驼神社有眼线。我毕竟在宁湖做了多年的司法参军，他们在你身边也安插了眼线。这是在那个马骑长尸体上找到的，他随时随地都在向驼神社汇报着。司马是怎么怀疑到他的？从他的瞬间反应看，他压根儿就不是去追李刺史，而是要去杀李刺史。他也跟了我多年，却是驼神社的眼线，我竟不查。想想真是后怕。那个姓马的，却被他们自己射死了，活该。看来这驼神社要置咱们于死地呀！若果真如此，西军他们不会有事吧？哎，小姐，西军，薛环，薛环，没事吧？多谢侠女相救。他是不是在城外驼神庙那个？是你呀？她叫樱桃，是李刺史之女，没想到吧？义兄啊，中郎将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贺参军，你说，你可要好好保护这位樱桃姑娘。樱桃不可能是李煜的女儿，可有凭证？无需凭证。3年前在长安时，我曾见过李煜一面，30出头而已，怎么会有樱桃这样大的女儿？你当真见的是要来宁湖上任的李煜，没弄错？我听爹讲，李煜并非科举入仕，而是花钱做了协风官。协风官？你们应该知道吧？前皇时期为数人当道，出现了所谓的协风官，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官职，造就了一批碌碌无为甚至贪恶的官员。那李煜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得到了宁湖刺史的官职后，还特意到我家拜谢我爹。就是在那时，我无意中见过李煜一面。
所以那江湖女子根本不是刺史之女。苏明，你从开始就被她骗了。让我想想，李刺史和樱桃是父女没有问题，因为有李四可以辅政。如喜君所言，这个所谓的李刺史绝不是李煜本人，应是个冒名顶替的。苏明，你也不能完全信刚才喜君说的话，万一他记错了。在来宁湖之前，喜君就跟我提过。虽然我对那个宁湖刺史没什么好感，但是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。哦，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，对他有何成见啊？算了，不说了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喜君，根据你的记忆，马上画一张李煜的像。德妃，迷香，忘了他会用迷香，刚才就应该把他给捆起来。贺参军，醒了？惭愧惭愧，我堂堂司法参军，却中了暗算。没什么惭愧的，我和司马也中过此招。陆参军，昨日初见，对你这个私人参军颇有不屑，在寒山却盟军多次相救。哎呀，真是失敬。不值一提，你还是赶紧看看这幅画像吧。这是谁？刺史李煜啊！啊，这不是李刺史啊！难怪顾文彬说李刺史平时不愿与属下交际，甚至用书信的方式沟通。贺参军，哎，你没事了吧？啊，无碍。马上去一趟公廨，查一下李刺史上任的告身和赤牒。是。吏部的印章没有问题，李煜的籍贯、出身也没有改动，但年甲被改动过。赤牒上的年甲也改了。到州里上任，除加盖吏部大印的告身和尚书省的赤牒外，于府也得对得上。这樱桃的父亲假冒李刺史成功，说明当时他手里有李煜所持的半个于符。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真的李煜已经被害？这也能改啊？那早知道就把苏明改了，我做他几日司马如何？季世公，莫开这样的玩笑。这里改得很巧妙，可仔细看也不是发现不了，怎么会？刺史到任，哪个不懂事的敢仔细比对告身和赤牒啊？贺参军说到要害之处了，这个假李煜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。那岂不是一个案子变成两个了？义妹所言极是。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案子那么简单喽。我觉得，现在我们不能被暗中暗所迷惑。当下，重中之重，仍是找到樱桃的父亲，拿到驼神社实录，对那邪社开刀。要想剿灭驼神社，必先洞悉其老巢。可是驼神岛戒备森严，除了驼神社的船，任何的船都难以登岸啊。
唉，盯着我干嘛？你不会是想让我游到驼神岛去吧？我可没那本事。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。久闻大名，在下楚萧生。楚兄，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吧？苏司马呢，又有何话要讲？我想说，今日若放你走，我便是王法。苏无名，你敢？放肆！我杀了他，带你离开宁湖。苏无名的名字，多年前爹就有所耳闻。嫡公弟子，智者君子，是为父敬佩之人。你休得胡来！爹，我这次来祭奠李斯，就是想来见他。你还不把剑收起来？爹，你可想好了？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机会。逃？我恐怕不能走回头路了。爹，退下！李四说，关中的长安女子是他杀的。楚四啊，楚四，你可真傻呀！你就算是这样说了，又有谁会信呢？他叫楚四，我应该想到的。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。李煜虽然庸碌无才，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，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。只是他没想到，如今的宁湖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。樱桃也见过他，对吧？人是我杀的，和我爹无关。我行走江湖，杀人是常事。苏无名，你也见过。樱桃，事已至此，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？爹，我必须要杀那女子，因为若是她闹起来，我的身份就会暴露，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。您曾计划带兵登岛？李郎，李郎，李郎，长恩一别，日夜相思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李郎。你是刺史李煜。李煜？你不是李煜！别墅里有密道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那日我突然发现，我放在书架上的《驼神社实录》不翼而飞。我叫来楚四询问，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，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。我找了2天，还真被我找到了。我发现，不仅是我这边丢了实录，刺史府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。驼神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，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，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。你撰写实录这件事儿，可曾告诉过别人？没有，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幸好
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2部实录没有被他们发现，我便将一部藏到了城外驼神庙，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。对，我想了2条路：一，带兵攻岛；二，是想让樱桃把实录带到长安。可是没想到，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。我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，刺客便上门了。开始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，可等巨驼出现，我才明白，那巨驼才是邪社派来的杀手。当时我便躲入石棺，再加上那个刺客替我送了命，我这才逃过了一劫。我也明白了，驼神社的人不再信任我。实际上，我已经失去了举兵登岛的机会。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，用以避难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？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眼线，哪儿都不安全，我还不如暂且躲在那个墓室里。只是没想到，我这刺史之旅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。爹，驼神庙的那份实录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。我已经知道了，幸亏我多抄了2份，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实录，你一定要保护好它。你放心。樱桃，苏司马是个值得信赖的人，你一定要与他齐心协力，剿灭驼神社。爹，铲除驼神社是他的事，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。糊涂！我若是逃走，势必牵出前案，我就成了杀人凶犯。你试想一下，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？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？可是爹，你不用再说了。苏司马，哎，我以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，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。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苏某定竭尽全力。另外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您说。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。爹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？这，我观司马双谋，人信智慧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爹，这湖边又潮又凉，我带您找个地方歇会儿吧。啊，樱桃啊，爹累了，走不动了，爹也不想走了。在宁湖，爹还是为百姓做了些事，修建湖坝，疏通河道，治理洪灾。爹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亲手铲除驼神社。爹，你怎么了，爹？爹，爹，爹，楚兄，爹，爹。苏司马，爹，你一定要保护好
哎呀，你别拉我！去邀月楼偷酒，此非君子所为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忍心我没酒喝？昨晚在寒山，你不是喝了脱参酒吗？就是因为喝了才上瘾了嘛。那你再去寒山喝呀！我都打听清楚了，昨天晚上寒山出事，往后这2天寒山宴取消，想喝也喝不着了。老费，酒真是你的命吗？那这少废话，你是不是怕了那什么脱身社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会怕他们？这，想激我？哎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，我是为了宁湖的老百姓，我替他们打抱不平。你想啊，这酒是他们辛辛苦苦酿出来的，平时还没有资格喝，想喝的话还得跟那个什么驼神你感恩戴德，磕头作揖，有这个道理吗？说的有理，走。夜半运酒，你我小心为妙。怕什么？谁还敢打神酒的主意？不想活了？走，敲门去。别出声，不然送你俩去见阎王。二位，今天取多少啊？10坛子。以往每次不都是7坛吗？你敢质疑驼神的酒量？不敢。啊！驼神的酒未到，在宁湖，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？是我们错了，我们该死！该死，那就去死吧，投入万驼之责！沈冲，即日起，你亲自接管邀月楼，查出是什么人故意和我作对。是，驼神。来，老费，来，喝呀！义兄一夜未归，你们还有心思喝酒？一夜未归，那说明他找到樱桃了。那樱桃，一看就是江湖女子，但苏无名却始终认为其是刺史之女，多可笑！没准啊，他是装糊涂，他已经看上樱桃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说的有道理啊，是不是？你们这话，要是苏先生在的时候说就好了。真想看他尴尬的样子。尴尬？苏无名肯定不会，他脸皮可太厚了。说谁脸皮厚呢？哟，做了这么多菜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啊，只是觉得你一夜未归，很辛苦。来，樱桃的父亲找到了，是冒名顶替李煜。他已经自杀了。原本是个书生，却成了人贩，冒名顶替，却又有政绩。那樱桃呢？在为其父守灵。老费，你真把酒给弄来了？
嘿，还有我办不成的事儿。哎，等等，我和老费的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我让老费拉着你去取酒的。原来是义兄的主意，这可不像您做的事儿啊！怎么不像？州里的美酒，民也喝不得，官也喝不得，凭什么？再说，你看，我用的是取字，既没用偷，也没用盗啊。先生让他取酒，是有用意的。首先是为了喝，其次呢，是为了引火烧身。苏明，耀月楼神酒被窃，本领自怀疑是你手下所为。若不交出卢凌风，火神必将降罪于宁湖。宁四，我已经查明，酒确实是苏无名的手下卢凌风所盗。这个苏司马是不知道火神的厉害。你安插在驼神社的人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司马是要用的。卢凌风盗酒这个消息要劳驾的传给沈冲。不敬驼神，必死无疑。交出盗酒罪！苏明滚出宁湖！苏明滚出宁湖！九哥，回来。苏明，这酒你可也喝了？你说什么呢？就算义兄没喝，也不会把你交出去啊！不是，是老费拉我去偷酒的。驼神社的人怎么不要他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因为我人品好啊。嘿嘿嘿，当然你也不错，就是运气差点。不管他们要谁，我都必须得交给他。不是吧，义兄，驼神社不善，把人交出去危险。你没听见外面老百姓都把司马府给围住了吗？我不教人怎么度过眼前这一关。先生，您千万别把我师父交出去啊！那难道还教我呀？我一把老骨头要散架的。哎，那把我交出去，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你还小，担此重任还得过些年。盗取所谓的神酒，对驼神社的人来说可是重罪，他们必会把你带到驼神岛上处置。早就明白了，在上巳节登岛之前，需要人探路，我最合适。对了，我不同意。就算将计就计，那也太冒险了。我卢凌风生平最爱冒险。放心吧，细菌。义兄，等等，怎么这么麻烦？还有一件事，让喜君在你的小臂上画一片树叶，你到了驼神岛就去找长着这种叶子的树。找树？苏无名滚出宁湖！苏无名滚出宁湖！苏无名滚出宁湖！卢凌风在此。你盗取的神酒，是酒呢？当然是已经被我喝了。哼，你胆子真是太大了。此事与司马府其他人无关，苏司马更不知道。可以，算个义仆，但别以为抓了你，就不追究苏无名的罪责。我有何罪责呀？哼，苏司马。你的罪责是管教奴仆不严呐。那又如何？你不会是
要把本司马也抓到驼神岛上去吧？岳司，此无名毕竟是益州之司马。苏司马，好自为之。走。偷什么不好？偷神酒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上了岛，交给护法，你就要被扔进万陀之责了。哦，万陀之责。哎，我想见驼神，能否帮我通禀一下？见驼神？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把他看好了，快到佛心了。风大，别再给他吹下去了。是。走。此树名称西多龙树，又称血蚕树，是天竺特产，专门生长在驼类出没的湖泽地带。驼虽喜食人，但更喜欢吃此树的树叶儿。那几位，不会也是盗驼神酒的吧？他们可没你那么大胆儿，不过是些不老实嚼舌钱和香火钱的刁民奸商而已。怎么听起来我的罪过比他们小啊？不就几坛子酒吗？只因驼神所好，唯酒而已。走。待会儿另有人押你上山，山路一侧的驼神河是你唯一的逃生之路。你是？在寒山，给你们送过信儿。何须，外头有人叫我给你。快点儿，都跟上！冒犯驼神盗取神酒之要犯卢凌风，现交予护法。驼神想看看你到底是何等模样，竟敢跟他强求和。哼，既是神，为何如此吝啬？真是吃了豹子胆，等着被打入万驼之责吧！到时定叫你尸骨无存。带上山。是。走。快走！
恭喜曾老，谢谢曾老，曾老，抱歉，苏明来迟了。苏司马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哎，顾长史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吗？曾老为宁胡劳苦半生，您的致仕宴，我岂敢爽约啊？谢过苏司马，快请就坐。听说那晚你们去了寒山，还出了些意外啊。是啊，寒山那地方，轻易真不敢再去了。说到寒山，曾老那是最有资格的啊。哦，我当年呐，曾经在寒山司就职，所以我很清楚那里是个什么情况，很复杂，不但是流浪汉的落脚处，还是那些负案之徒的隐匿所在。不过苏司马将来若再有什么事要去寒山，招呼我一声，我与你同往，那里的人还是要给我一些面子的。哎呀，如此甚好，多谢曾老。来，喝酒，敬曾老。敬曾老。驼神社领司沈冲给曾老祝寿，看看我带来了什么。这是，哎呀，这是驼神酒，哎呀，曾老，你真是太有面子了。这是驼神特意叮嘱，给曾老献酒。哎，大家坐。顾长史，顾某在。明日，驼神岛观神大典将如期举行。你上报的人数和名单都没问题，到时宁胡全体官员，可是一个都不能少啊！顾某谨遵驼神指令。明晨我们的船将恭迎诸位。老朽恐怕难以成行了。驼神给曾老面子，曾老却不给驼神面子，致仕了。参加完观神大典再走也不迟啊！实在抱歉，行程已定，恕难从命。曾三，实在抱歉，行程已定，恕难从命。曾三一，每次驼神大典，你不是有这事儿，就是有那事儿。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。来人，在，把驼神酒抱回去。是。不，神令司。哎呀，留下来喝2杯再走吧。我说曾老啊，你何必如此呢？我乃大唐官员，又不是他驼神社的官。哎呀，你呀，就是老糊涂了。哼！哎，苏司马，明天可是案子的最后期限了啊！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。长史放心，我记着呢。此案的关键在于李刺史的下落，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。在哪儿？驼神岛。驼神岛？明日的观神大典，李刺史自会出现的。真的？你可有把握？苏明从不戏言。跑了，敢跟我抢酒喝，还叫他跑了！你们这些废物，都自己跳去问驼之责吧！驼神饶命，驼神息怒。明日观神大典，岛上正是用人之际。再说那个跑了的，一定是被巨驼所吞噬，所以才找不到。玉护法说的是，大典前抓到他，否则你知道自己该去哪儿。
都是驼神。还有，明日苏无名也会上岛，他必须死，不然驼神社危矣。明白了，请驼神放心。别忘了，还有关在宁湖峪的陆勇。是。老实点！你们竟敢冒充官府到牢狱提人！在宁湖，驼神社就是官府，谈何冒充？今奉驼神之命抓你上岛，明日大会以祀驼神。到底还是来晚了一步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条路了，趁夜行船，潜入驼神岛，明日拼死也要把陆公子救出来。每个人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？了然兄。德飞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得去做。为什么我干的活比他们多？因为这件事儿非你不可。哎呀，一年一度的关神大典，真是让人心神激荡啊！司马第一次参加，到时一定会大开眼界呀！部长史说的没错，这是苏某的幸运啊！有人上口神酒。哎呦！史灵司，他葫芦里装的是驼神酒。此人自称是司马府的门客，是苏司马的人。啊，这还真是我的人。那日卢凌风说所盗神酒已喝光，怎么还有？我想这肯定是卢凌风分给他的。这个人好酒，爱酒如命，他可能存了一些而已。那苏司马，你说该如何处置？苏无名，救我啊！快救我啊！沈领司看着办。哎，苏无名，你个没良心的！那就照规矩来。是。哎，走！你们要把我怎么样？等岛后和那些不听话的一起，堕入万驼之责。哎，不要不要！我身上没多少肉，要扔也是和苏无名捆在一起扔啊！哎呀，你说这叫什么门客？我平时白好酒好肉的待他了。哼！这上哪儿去找那血蚕树？苏明，你怎么就确定这岛上有呢？这不会是血蚕树吧？
外面吼得厉害，你不赶紧画，这是在干嘛？我要在颜料中加些鱼胶，如此便可遇水不掉，出汗不阴。不然等你想看的时候，早就没了。这丫头真聪明。在驼神的庇护下，南境风调雨顺，民众安泰。然，终有妄祖之人、弃义之辈，亵渎神灵，对抗神社，今赐予万驼之责，以护大法。更有插伤陆勇，私建商会，与神社为敌，现已被捉拿。另有魏居师一名，擅饮神酒，此二人罪责巨大，故得神启，活赐予万驼之责。驼神社穷凶之词，皆因历任刺史慑于你们的淫威，成为你们的走狗。我陆勇为宁湖百姓死而无憾，为恨不能，亲任邪神。大胆陆勇，死到临头还隐隐狂吠。苏无名，你到底救不救我？大唐天下自有国法，驼神社有什么权利擅决生死？宋江波，宋江波，你大胆！我是司功参军，宁湖的礼乐、祭祀、丧葬皆归我管。驼神，大湖之中，驼影重重。我就想问，神在哪里？神在你心中，心中无神。上道易，离道难。少吓唬人！什么神，也不可以擅决生死。天命在吾，将于宁府，护佑周民，今何官员咆哮于此？
驼神怎么开口了？驼神显灵了！驼神显灵了！这回你信了吧？我是朝廷命官，驼神他不敢把我怎么样。该如何惩处此人？吾神明示。何其万驼之责！驼神，你无权如此！你无权如此！混账！驼神！顾文斌何在？小官在此。你做长史多年，今代刺史，若敬畏天命，我可保宁湖无恙，市民欢喜。若有狂妄之辈对抗神社，阳奉阴违，难逃天眼，更将置玄州于万劫不复。小官日后定严格约束下属，不敢再造次。你身后是何人啊？禀吾神，是苏无名。叫你呢！苏无名，你可知罪？罪有何来？难道就因为喝了点驼神酒吗？你是何人？宁湖司马属下4人参军，卢凌风是也。卢凌风，掉下悬崖还没摔死，拿下！是，且慢。哎呀，刚才你这庞然大物一开口，还真吓了我一跳。我想，任何一个初见此场面的宁湖市民，都会相信，在这世上，这宁湖，这驼神岛，真有一尊活神，所以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拜你、敬你，而你高高在上，日久年长，也真以为自己就是神了。快住嘴！怎么敢如此说驼神？苏无名，你疯了！我是狂妄之徒，该死！你闭嘴！谁反对你，你就要置谁于死地。不仅仅是商民，就是州里的司马参军，有多少死于驼口？李刺史洞察了你们的恶计，写就了一部《驼神社实录》，笔笔账给你们记得清清楚楚。不过，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那就是忽略了看上去反对驼神社的曾参军。什么？曾老是驼神社的人？不能吧？苏无名，你一派胡言！哪有什么驼神社实录？你派人在湖边别墅窃取了一部，又通过顾长史上交得到了一部，还在这儿装作不知。苏无名，你别乱说。哼哼，就算你们都不承认，我这儿还有一部，这是李刺史亲手交给我的。李煜何在？就在这大殿之内。在哪儿？刺史在哪儿？李刺史已死，但驼神社实录是他心血所在，此实录在，就等同于他和我们一起，也在这大殿之上。胡编乱造，该当何罪？曾三义，还不露出你的真面目吗？你说驼神是曾老？那怎么可能啊？苏司马，不能信口开河呀！真是疯了！驼神一怒，全城倾覆，赶快磕头赔罪吧！赔罪我苏明探案的本事一般，但耳朵格外的好使。
刚才你一开口，虽然刻意掩饰，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，那就是你曾三一的声音。开始，我还真是没有怀疑到你，即便是我和罗凌风在湖边别墅遇袭，乃至你通过贺参军引诱我等去寒山，我都觉得是巧合。我甚至一度觉得顾长史的嫌疑更大。我，哼！李刺史自尽之前，说他放在湖边别墅的实录被窃了，而在此之前，驼神社一直很信任他。李刺史秘密撰写实录，又有谁会知道呢？我翻看驼神社实录，发现上面记得最多的，除了草菅人命，就是一桩桩巧取豪夺的赋税账目，而这些只有负责征收的司仓参军曾三一最清楚。哎，等，苏司马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李刺史写实录，不可能找驼神社要详细的账目，他只能一次次的去司仓参军的公廨查底，而这引起了曾三一的怀疑。你这都是推论。确实，到这里我仍是怀疑，让驼神最终露出马脚的，恰恰是他的属下沈冲。曾三一致试验上沈冲的那番话，顾长史可还记得？曾三一，每次驼神社大典，你不是有这事儿，就是有那事儿。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。曾三一是州里的元老，可每年的官神大典他从来不去，人们可以理解为他不屑驼神，而实际上幕后法坛上的驼神又岂能分身？这些年来，那么多官员丧命，而不屑驼神的曾老却能安然无恙、平安治世，岂不是多多怪事？确实有道理。曾三一在寒山起家，故内里的人能喝上驼神酒，岂不是佐证？是呀。致试验之后，我还派费技师去送了礼。费技师一进曾三一的屋子，就闻到了浓浓的驼神酒香。啊，没错，我一鼻子就闻出来了。还送什么东西呀？苏司马真是太周到了。他是对您崇敬，因为在宁湖，敢不正眼看驼神社的能有几个呀？曾三一，你爱喝酒，最终让你跌落神坛的，正是这你改不掉的癖好。试问在宁湖，谁有资格天天喝驼神酒？还是不可能。曾三一身材矮小，又是罗锅，驼神数丈真身，雄壮威武。我每次拜他，不可能是曾三一。秘密就在于他面前的这道红色帷幕。罗凌风，你找到了吗？这是天竺特产西多龙树，又称血蚕树的叶子。此树树枝可以造出轻纱，其纱不但半透明，而且在高温下可以将人形放大数倍。这也就是大殿帷幕两边常年放置火坛的原因。本州地处大湖，遍地驼类。
我便叫卢凌风提前上岛来查询，果然发现了他。你让他倒酒，就是为了上岛？哼，小计而已。曾三义，你每年举办显灵大会、观神大典，就是想让宁湖的官民看到你数丈高的身形，以让他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神，好牢牢地控制他们。我想，除了你的左右护法之外，这世上估计没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了吧？你的左右护法应该是你在寒山时收容的杀人越货之徒，所以他们才会对你死心塌地。今日就让宁湖官民好好看看你驼神的真面目。卢凌风何在？是你，曾三一，我跪了这么多年，跪的竟然是你！来，采用这个，头就不痒了。苏司马说的，不信。都裹上。小姐，整个宁湖的天柱香都被我们放在船上了，太沉了，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。我不管，宁湖所有人的安危就在我们手中，一定要赶快送到。是。像我曾三一，气于微末，苦读诗书，每事皆为榜首，但每次却都铩羽而归。就因为我没有门第，我的相貌丑陋，又有罗锅。那些主考的官员们说我有损大唐的颜面，我满腹的治国之策却无从施展，只能困守宁湖，做一个小小的私藏参军。我不服。30年前，我以驼神的名义现身，就为了让所有的官员们，尤其是那些因门荫入室的官员们，都拜倒在我的面前。但当你习惯了高高在上，习惯了接受膜拜，别人喝一口驼神酒，你都觉得是对你冒犯时，你就已经不是当初的你。少废话！驼神社弟子何在？在。把他们都杀了，
我30年攒下来的钱财都分给你们。有想做官的，杀掉他们，他们的官位就给你做。只要做得够周密，我们领地不难。驼神英明，驼神弟子保护驼神，当官发财，杀！你要去哪儿？你虽然不是驼神社的人，但向来明哲保身，立志尸位素餐。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，不是我忘了你的身份了。宁湖官民，顾文斌在此，与大家共灭邪社！我帮你解开，有些阻止吧。我，给我解呀！你怎么不先给我解呀？杨思去哪儿啊？乐，你不要低估了宁湖的司法参军。怎么样，抓到曾三义了吗？都搜了，没有曾三义的影子。啊？那他能跑哪儿去？既入我万国之责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区区人也想和我的巨驼斗？
我去擒他！波浪！陆凌风，接枪！